救我！陈进之，退！每次出手，那节主根都会先缩，那里才是根。6年前，我连砍最后一刀的资格都没有，18年了，谁也别想拦我激活妖邪屠戮！收录邪祟，忘形渡恶术。屠戮回馈，河道之境，灵台清明，与道合真，物我两忘，可主动开启或关闭顿悟状态。此状态下，领悟修行法术法速度大幅提升，无境界桎梏，境界飞涨。这是什么神仙法术？我可以无限顿悟了！赵林，他今天不是刚来吗？半个时辰前，他连一个窍穴都没开，现在灵窍6重。你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吗？知道，突破了。你刚才还是普通人，现在灵窍6重，1刻钟6重。不然呢？哭一场。走，你现在有境界，没功法，带你去收藏阁。不过别飘，你还是见习，3个月内突破灵窍境，完成5个任务，才算正式进妖位。5个任务应该挺简单的。你小子是真听不懂客气话。对别人来说那是任务，对我来说那是继续磨刀。秦婆婆，人带来了。第一次斩邪就灵窍6重。这些都是基础功法，自己挑。婆婆，我刚来，什么都不懂，您给个建议。你小子倒会说话，想要什么样的？杀妖用的。杀性挺重。杀妖杀邪祟，不重不行。秦婆婆，这是穷奇扑杀法，走杀伐路子，威力大，修得快。练时穷奇真灵煞气会侵心智，轻则性情大变，重则疯癫。这不是基础功法吧？不是，是我私人的。你敢第一个冲上去砍邪祟，这胆色配他正好。练。想清楚了？连这点胆量都没有，还进什么禁妖剑？拿走，能不能压住他是你自己的命。能压住就行。你知道这玩意儿值多少吗？多少？500功勋，进妖位咱几年都未必够。秦婆婆看中你胆色，破例给你，这份情记着。不对，
司天之爪不是用手抓，而是将元力集中指尖，一瞬爆发。这才对。秦婆婆没说错，这法门真会侵蚀心智，哪怕开着河道之境，也能感觉到凶性在往上顶。陈天之，诏令让你去任务厅。什么事？有活。湖山旧庙半个月失踪3支商队，前去查探的净妖卫没查出邪祟气息，也没找到妖魔踪迹。查不出邪祟，也找不到妖魔，这不就是妖魔吗？这个任务我接了。你是见习，不能单独接。灵窍境6重，自己去，小心点。太干净了，失踪3支商队，连车辙或相挣扎痕迹都没有，像有人特意抹过。施主来上香吗？施主来上香吗？活人的气息温热平稳，可这破庙，他凭什么活得好好的？路过，听说这山里有妖，可不是嘛。唉，山里不太平，路也不好走。施主若不嫌弃，就进来歇一歇。你一个人在这儿住？住了30年了。老衲年轻时屡试不中，心灰意冷，剃度出家。走到这湖山，见破庙无人，便留下了。行。山野之地没什么好东西，施主将就吃点儿。老衲年轻时屡试不中，看破红尘，佛家讲究放下执念，超脱生死，与世无争。施主年纪轻轻，怎独自往深山里跑？这山里有妖魔，施主不怕？怕什么？妖魔还能吃了我不成？妖魔可不光吃人，他们会迷惑人，让人自己走进陷阱。你见过妖？见过，可妖魔也有灵性，你以善念待他，他便以善念报你。施主，老衲年纪大了，先歇一歇。施主若累了，也可歇会儿再赶路。老东西，等你半天了。凶兽穷奇，穷奇扑杀！难怪连河道之境都只感到活人生气，妖魔不会祭炼法器，这头妖魔背后有人。你为什么不听我说完？听你说什么？说你吃了几个人，还是说你是被逼的，不得已才吃人？给你炼这东西的人，我也会杀，他会下去陪你。九尾斩天青狐，上古异种，一口斩仙光刃，可斩万物。眼前青狐妖魔仅具一丝血脉，收录妖魔斩天青狐，屠戮回馈，斩仙之道，以义为对刃，斩尽天下邪祟。
这玩意儿太好用了。质量不行。一只狐妖换一个斩仙之道，值了。你小子倒可以，一晚上就把妖魔找出来了。湖山旧庙那老秃驴一头青狐，装人骗我睡下，反被我斩了。不对，之前也有人查过他，怎么没发现？因为这个遮住了妖魔气息，我都只感到活人生气。哪儿来的？杀了青狐，从他嘴里扯出来的。这不是普通炼器手法，看得出来。废话，老夫在任务厅30年，什么没见过？你先去写报告结案，这东西我找人查，有消息通知你。陈天之，副司长叫你。见过陆司长。坐。这东西查出来了。哪家的？李家，云溪5大豪族之一。这年珠是他们家炼器师的手笔，不是普通货色。能送到一只狐妖嘴里，说明那狐妖跟李家关系不浅。按大周律法，勾结妖魔残害人族，该死！勾结妖魔豢养妖魔，用人肉喂养，这3条随便一条都够灭李家满门。李家势大，动不了。这不是证据，不够，去寻铁证，那就去找。你小子倒是不怕。行，这事我让人登门调查。既然证据是你带回来的，你也跟着去。好。狮头是镜妖长，虎头是镜妖使，陆巡就是镜妖使。你就是陈天之？是。陆副司长让你跟着？对。行，跟着吧，别乱跑，听指挥。我叫李武，叫我李大哥。好的，李大哥。头儿，带个见习合适吗？妖是他杀的，证据是他带回来的，不该去看看？再说，你未必打得过他。出发，去李家。一串人骨年珠，牵出一个5大豪族，这趟热闹了。诸位境妖监大人，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这东西认识吗？我境妖监怀疑你李家勾结妖魔残害人族，现在介入调查。大人说笑了，这东西我李家没见过。你李家的炼器手法，整个云溪城找不出第2家，你说没见过？炼器手法可以模仿，也可以偷学，光凭一串念珠，是不是太草率了？你们境妖卫了不起啊！我李家是云溪5大豪族，州城也有人，没证据就想强闯，今天一个都别想进这个门！你就让他在这儿叫唤。年轻人不懂事，大人别见怪。不过境妖监办事总得讲证据吧？听见没有？没证据就滚！我爷爷跟你们云州境妖使喝过酒，你们今天敢动一下试试？境妖监做事，你在这儿逼逼赖赖的，勾结妖魔，豢养妖魔，用人肉喂养，证据已经在这儿了。现在阻拦境妖监办案，就是妨碍公务，妨碍境妖监办事，按律当斩，有问题吗？这人倒真能忍，没问题就闪开。搜！老大，地下10丈深处有2处元气屏障，范围不小，少说也得有半亩地。属下修为不够，破不开，但肯定是密室。挖！不能让他们挖开，一旦暴露，整个李家都得死，谁也救不了。
李家人，现在立刻逃命，能逃一个是一个。只要血脉不断，李家就还有东山再起之日。拦住他们！逃命作乱者一个不留！李家是该到灭亡的时候了。焚海客江明成，云溪镜妖间，我李家跟你们合作数十年，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们一个机会？为什么非要赶尽杀绝？你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我李家在云溪城扎根数百年，就因为一只妖，你们就要灭我满门？凭什么不能给我们一条活路？废话怎么这么多？你们跑了，那我的功勋怎么办？你杀我全家！你们家养妖魔吃人的时候，那些被吃的也有全家。该。李家人该死，跟妖魔勾结的豢养妖魔的都该死。你们用人肉养妖，去妖丹炼药，就为让你突破玄府，让你说话。是，你们李家真行，千刀万剐都不为过。湖山旧庙那头青狐怎么回事？他怎么跑出去的？那狐妖体内有一丝玄异血脉，别的妖灵转化后都没了灵智，只剩混沌。他不一样，转化完还有神智，还懂藏拙。那天晚上看守进去喂食，他突然动手，杀了人，吞了尸，还带走了他身上的东西。人骨念珠，那念珠是我李家炼器师所制，原本是为遮掩看守身上的妖魔气和血腥味。没想到最后被那头青狐叼走，成了李家覆灭的关键。就差1个月，再有1个月，妖魔就能成型，妖丹能取，药能炼成，我就能突破玄府。结果被一头逃出去的妖魔毁了一切。或许这就是命吧，是那些丧命于妖魔口中的人给我的报应。你竟然还在这儿感慨？你有什么资格感慨？无数人因为你那点破私运被你李家杀了，尸体扔给妖魔吃，连个全尸都没有。你现在感慨命，感慨报应，你配吗？等着吧，回去之后有的是人伺候你，你想死都死不了。慢慢熬，熬完了下去，那些被你害死的人还在下面等着你。这几头东西怎么处理？杀了吧，妖魔留着也没用。这几头妖兽血脉不行，没触发妖邪真形屠戮。陈天之，湖山旧庙30功勋，李家91功勋，总共121点。这功勋能换钱吗？能啊，1点功勋换1000金币，你这121点换12万1千金币，够你在云溪城买1、2个好铺子了。12万金币？不过没人拿功勋换钱，灵材、丹药、修行法、术法都得用功勋换。你拿功勋换钱，那是傻子。
要换什么看看能换什么。 ？121点，自己看。我现在灵窍6重，吃这个能冲到几重？聚元丹，给我来4颗。4颗，80功勋，你确定？确定。青玉参、火灵芝也要。还行。聚元丹80，青玉参25，火灵芝30，共135。你只有121，差14。能折吗？不能。那这个先不要。聚元丹80，青玉参25，共105，剩16点。这附近有房子卖吗？出门右转有牙行，进腰间的人买房都去那儿，有优惠。就这个。灵窍7重，灵窍7重，灵窍8重，灵窍9重。360窍全开，灵窍境9重圆满，强了，但还不够。气玄境1重，元气多了1倍不止，还在自转自吸。这房顶不漏光，挺好。新人比武，你小子怎么来了？司长，这新人比武怎么回事？1年2次，各郡新人去云天城切磋，前几名有奖励。你才入职几天，建议等下半年再去。虽然你现在灵窍6，你小子什么时候突破的气玄境？昨天晚上。你入职才几天？算上今天4天。第1天杀邪祟灵窍6重，第3天杀狐妖灭李家，第4天你气流境了。差不多。你是真不让人活。那我能参加吗？你知道参加的都是什么人吗？上半年入职的新人，绝大多数还在灵窍境，都修炼了几个月。你入职4天，跑去跟人家半年苦修的比，合适吗？挺合适的。你不是说要让他们知道人外有人吗？我不去，他们怎么知道？你那不是比武，是炸鱼。那不也挺好？我拿第1，云溪进妖间不也有面子？行了，报吧。不过比武不是杀人，点到为止，懂吗？懂。真懂，真懂。司长，如果我拿第1，云溪进妖间有没有额外奖励？滚！你就是陈天之？是。听说你杀性大，出手快，比武时注意点，不能杀人，记住了？记住。出发。打过才知道。新人比武规矩照旧，第1轮抽签淘汰，输1场就回家。第2轮混战，战到最后的就是第1，前10都有奖励。第1名300功勋宝药，术法3门，功勋500。第2、3名各有灵才与术法，4到10名各100功勋。聂李家一族才91功勋，第1名值800功勋。第1，我势在必得。云溪郡那个入职4、5天的也来了。4、5天能练到哪儿？来送的吧。
第一轮第7场。第7场，丙台云溪郡陈天之对阵清河郡孟虎。你没带武器？没有。那你用什么打？用手。我这术法叫裂山小石，以山小之力创出，接不住就早点认输。行，来吧。原来是这样。裂山消石。第一次用，有点生疏，但威力还行。陈天之上。陈天之，有点意思。云溪郡那个陈天之，资料怎么写的？入职5天。你刚才那招什么时候学的？刚才看一遍就会。不是吧？是坐台间显得自己太废物。先清场，开始。神行裂甲术，云州总使亲传，攻防一体，确实威武，确实好看，就是太费劲。刚才那透明斩击太快了。我要打5个，一个一个来，太麻烦，不如一起解决。就一击，我就这么没了。同为云溪郡的人，他这一刀明显收了力。我倒想看看这透明斩击到底有多强。我练了8年的金刚身，就这么被一道斩击切开了。还行，能接住。刚才那一下是我勉强接住的，再来一刀，我还能接住吗？一起上，不然都得被他一个个收拾。自己这是混到了一个第3名。他手下留情了，不然我不会比他们晚下台。你这甲快碎了。输了。你很不错。
你这算是在嘲讽我吗？不是嘲讽，是认可。你不该跟我比，不然你会崩溃。那小子刚才用的到底是什么？完全看不出来，不是静妖间常规术法，也不像树藏阁里的，可能是开窍觉醒。无天道气旋，斩击还能1打5，这人不是天才，是妖孽。陈天之上！好好收着，这份灵材叫花雨果，里面能量庞大，慢慢炼化，足够你修到气旋中后期。提升境界是好事，但不能因为长得快就毁了根基。根基一旦虚了，想重庆就没那么简单。我知晓了，多谢韩总司关心。都说这小子嗜杀成性，是个杀胚，现在看来脑子也不错。称呼我时还知道把那个父字去掉。走吧，带你们去树藏阁。幻域轮回，将邪祟灵魂拉入炼狱幻境，炼狱里仿佛无数岁月，现实才过一瞬。怎么构建幻境？怎么拉入灵魂？怎么维持折磨？这些关窍，在河道之境下全都一清二楚。丁魂装置术，虚空生装，锁定灵魂，阴雷日夜折磨，比幻域轮回更复杂。元气怎么走，定魂桩怎么凝，阴雷怎么落，推演几遍，关窍全都设了。生风之术最简单，小生一缕风，天下皆可却。2遍就摸到门槛了。3门术法快悟透了，距离圆满只差临门一脚。好几天没猎杀妖魔邪祟了。从去云天城开始，赶路、比武、领奖，整整几天，一个妖都没碰过。老天爷给了我这个金手手，我居然几天没开张。不行，不能再这样颓废了。陈天之，你不回去休息？不休息，去任务堂。1天不猎杀妖魔邪祟，我就不舒服。这个任务能单人接吗？王家那个不能，上面定的必须3人。为什么？初步判断不是普通灭门案，灵窍进去了可能白给。必须3人组队，都要气选境，能互相照应。真出事了也能拉一把。行吧，只希望另外2个别耽误我杀妖魔邪祟就行。你是陈天之？是我。你就是那个新人比武第一，我们云溪城的骄傲。对。我叫方文远，气旋4重。这位是蒋灵燕，气旋3重。这次咱们仨搭伙。陈天之，气旋1重。你可别拿静姐说事，你1打6的事儿，全云州都传遍了。气旋1重，我气旋4重都不敢说能接你1、2招。王家灭门案，你们有什么想法？我刚回来，还没看具体卷宗，只知道死了12口，只剩1个新娘。我也差不多，上面说不是普通案子，可能是妖魔，也可能是邪祟。那就去看看。现在？不然呢？现在大白天的不去现场看情况，难道等晚上？他这人一直都这样？不知道。看着挺正常，说话也正常，怎么传出来的名声那么吓人？算了，这次任务稳了就行。这味儿不对，不是普通凶案。
进去看看。这味道不对，不是普通血腥味，还掺着别的东西。官府的人已经封锁了，遇害者集中安置在院子里，咱们直接进去就行。大人，31名遇害者里有23人都是这种死状，小的是云溪城县衙捕头，姓周，上面让小的带人在这儿守着，等靖妖监的大人来。那个新娘呢？在那边坐着呢，从我们来就坐那儿一动不动，问他什么也不说。喂，喂，你饿不饿？吃吗？说说吧，昨晚怎么回事？我们是靖妖监的人，你应该知道靖妖监的含金量。我不知道。知道多少说多少。昨晚是大婚日子，拜完堂，喝完酒，送走宾客，他们没让我进洞房，把我叫了正堂。所有人都在看着我，眼神怪怪的。他们说，王家有个传统，新媳妇进门要玩一个游戏。什么游戏？狩猎游戏。我是猎物，他们是猎人，他们要我躲起来，只要找到了我，我就输了。这什么破传统？我不知道，我从来没听他说过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躲在后院柴房里，躲了很久。后来听见外面有动静，我从门缝往外看，看到什么了？看到他们变了。变了？他们身后有东西。像影子，又不是影子，黑乎乎的，说不清形状，就在他们身后飘着。我看见他们抓住一个下人，那下人刚惨叫一声，身后的黑影就扑了上去，他按住那人的肩颈，那人整个人一僵，声音一下断了。等他倒下去的时候，脸贴在地上，颈肩处全是黑红色的血迹，我不敢再看。后来呢？后来我想跑，可门都锁了，墙也太高，我爬不出去。他们找我，我一直躲了很久。中间有2次，他们差点抓到我，我拼命反抗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把2个人推倒了，他们撞在石头上，没再起来。最后呢？最后，我还是被抓到了。他们把我按在一块木板上，围着我，嘴里念着我听不懂的话。他们身后那些东西全都对着我，我看着难受，想吐却吐不出来。求他救我！他是我的丈夫，他说过要护我一生一世的，可他就站在那里看着我，眼神一会儿挣扎，一会儿又变得很凶，最后他还是没动，就这么看着我被他们绑着。他们继续念，我越来越难受，感觉有什么东西要进到我身体里，我不想死，我真的不想死。后来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好像晕过去了，再醒过来，他们就都倒在院子里。我当时只想活下来，我只想活命，我就答应他了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好像晕过去了，再醒过来，他们就都倒在院子里。
满地都是血，到处都是白布。大人，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这事儿不对，按他说的，那些说不清形状的影子，还有让人恶心反感的气息，应该是邪祟。但王家这情况，又像是天邪圣教的手段。天邪圣教，大周通缉的邪教，人族背叛者，为了私欲和力量，信奉一个叫鬼灾劫神的邪祟。他们最喜欢搞这种新婚夜反目、全家死绝的戏码，让亲人反目，让爱人仇视，再诱导自相残杀，做成献给邪神的祭祀礼物。如果献祭成功，据说邪神会赐给他们力量。你刚才说你晕过去了，什么都不知道？真的，大人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行。陈天之，陈天之，你干什么？那个新娘是受害者，你凭什么杀她？别以为拿了新人第一就了不起，滥杀无功！你等着！闭嘴！可惜，可惜，小哥哥怎么这么不怜香惜玉呢？差点把这副躯壳打废了。本想看场戏，戏弄一下你们进妖间，可惜被打断了，还被发现了。小哥哥还真有本事，这都能发现我。你是谁？新娘呢？新娘？你说这具身体原本的主人？昨晚来的，刚进这身体还有点不习惯，皮肤糙了点儿，脸也一般，凑合用吧。反正只是借着身体吸收邪祟之力，用完就扔了。天邪圣教的人，一死灵魂入腹，新娘意识已消散。聪明。小哥哥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我演的不好吗？演得挺好，但你被邪祟入体了。被邪祟入体还能活下来，还能恢复成普通人，你当我傻，还是你自己就是个傻子？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小哥哥脑子也好使，姐姐越来越喜欢你了。小哥哥，你刚才那一下打得我可真疼啊！你怎么赔偿我？你话怎么这么多？小哥哥别急嘛，让姐姐把话说完。我用的可是邪神之力，怎么可能挡不住？还要跑？这是意识体，能回归本体。聪明，小哥哥们，咱们后会有期。等姐姐找到你们，再好好教教你们。我让你走了吗？我让你走了吗？小哥哥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意识体？我这只是一丝意识，本体在千里之外，你拿什么拦我？玄雷定影阵。我刚才竟然听那个人说话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本体是玄海境五种！你敢毁我这一丝意识，我本体一定找到你，杀了你，把你认识的人全都拖进祭祀里！说完了。我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我要让你每天都睡不安稳！我要
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我要让你每天都睡不安稳！我要！玄海镜五重，本体还在，而且已经知道我是谁。这种被人惦记着的感觉，真特妈妈不好受。不行，忍不了，必须把后患彻底解决。怎么了？你有没有追踪术法？帮我追那个女人的本体。她这一丝意识刚散，肯定有办法追。有，叫金线寻踪术，能捕捉残留气息，追踪本体。那还等什么？他那一丝意识已经散了，怎么追？他占过这具身体，里面肯定有残留气息。找到了，这个方向应该不超过800里。那个蠢货不用管。凶手披着受害者的壳坐在中间看戏，而我还替他说话。那边！既然有人这么想杀我，那怎么能不去见见？送上门的功勋，不拿白不拿。那女人本体玄海镜5重，我才气玄镜1重，差一整个大境界。我自信，但不是傻。万一是天邪圣教的窝点呢？你那术法能追多久？半天。半天，够了。怎么了？不追了？花雨果，新人比武奖励，价值300功勋。你就这么吃了？不然呢？供着。300功勋的宝药，别人哪个不是沐浴静心，慢慢炼化？河道之境，开始。气玄镜2重，10分钟不到就突破了。气玄镜3重、4重、5重。强了，现在舒服多了。你突破完了？差不多。1个时辰，从1重到5重，这就差不多。走吧。去哪儿？去找那个玄海镜5重。怎么？你刚才1个时辰突破了4重。对，这有什么不对吗？正常人从1修修到5重要多久你知道吗？多久？天赋好的1年，一般的3、5年，差的10年8年，你1个时辰就……可能是我比较努力。做1个时辰，吃颗果子就突破4重，这叫努力。陈天志，你突破这么快，根基会不会不稳？修行讲究水到渠成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忽略根基，将来到高境界会出问题的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走吧，继续追。这人到底什么来路？1个时辰突破4重，还笑得这么随意，要么是不懂根基重要，要么就是根基对他根本不是问题。看那笑容，应该不是傻子，那就只能是妖孽了。那个磨灭我意识的小子，我记住了。区区气捐1重的蝼蚁，竟敢毁我一丝灵魂！等解决这里，我亲自去云溪城把他抓来。该死，这人还不少。城主，其他人解决了山谷里的邪教徒就能过来。等他们过来，咱俩都凉透了。2位哥哥，
撑不住就投降呗，加入我们天邪圣教，保证比进妖监快活。呸！老子就是死也不跟你们这帮邪魔歪道同流合污。那就送你们上路吧。这种感觉像是专门锁定了我。这种战斗已经不是我能插手的了。追踪的老妖婆就是她，对，就是她。行，老妖婆，我来了。我还以为来了什么高手，哼，原来是个气玄境的小子。刚才那一击是你家长辈留的防身杀招吧？你还能再用出来吗？几个玄海境，正好检验一下我现在的极限。司天之爪，穷奇扑杀。好小子！刚才那道斩仙之道，竟把我打出10几招，是你！又是这一招！人呢？不可能！一人消失！你不是气玄境5重吗？就是现在，万域轮回。别滚！这真是我们静妖剑的人？怎么感觉比邪教还邪？斩仙之道、穷奇扑杀法、猎山消失、万域轮回，都试过了。手上的玄海5重能杀，6重就是极限。哼，里面还有动静。这里是你们在做的任务。天邪圣教在这边有个窝点，我们盯了好几天，今天总攻。我带人堵这边，老周他们堵另一边，最里面才是他们老巢。据说这帮邪魔歪道想利用这片聚阴之地养出个东西来。养东西？鬼物。这地方阴气重，四面八方的阴气都往这儿聚。天邪圣教那帮疯子想在这儿养一头鬼物出来，能被7、8个玄海境守着养的，肯定不是小角色。血又烫了，又想抓邪祟了。我先走一步。去哪儿？里面杀邪祟。里面至少还有几个玄海境。你才气玄境5重，虽然刚才确实猛，但也不能太莽。刚才那个柳妹不也是玄海境？这人一直这么勇。我气玄境的时候见到玄海境腿都发软，他倒好，像看见功勋一样往里冲。咱俩也是玄海境4重，对吧？是。
那咱俩要是跟他打，别说了，走吧。那小子都冲前面去了，我们2个老前辈总不能真被他甩在后头。阴气之外，还有鬼气，像一只冰凉的手，顺着后背往上爬。玄海境五重，云溪郡周家周令导祖传崩山裂石拳，练到极致，一拳能轰塌半座山。见习境妖位，气旋五重，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？外围那些人都是废物，让一个气捐五重的小子摸到这儿来也好，正好给即将孕育出的无知棋当养料。小子，你本来不该死在这儿，但你来了，就别走了。哎，老周，我不动手，我就是来观光的。你们和静瑶湖的恩怨可不关我什么事儿。随你。一个不打的，待会儿再说。听说你有个外号叫武道狂魔，小子，既然你来到这里，那就不能活着出去了，你的命只能留在这里。正好，一个为了力量毁了全家的孽畜，也不值得我废话。这股凶杀之气不是普通气旋境。好术法。周烈阳玄海境4重，崩山裂石拳练到极深，被一个气旋5重的小子打死了。小兄弟，别误会，我就是个散修，跟天邪圣教没关系，我这就是来看热闹的。小心，他叫血影散人，他虽然是散修，但为了修炼害过很多无辜百姓，禁药监的通缉令上有他。小兄弟，你听我解释。血影分身术，我练了20年，从没失手过。只要有一条血影逃出去，我就能活。斩仙之道，化之为零。小兄弟，饶命！小兄弟，你杀不了我的。我这术法肉身打不死，你再怎么打，我都能复原。小兄弟，放弃吧，我真不是天邪圣教的人，我就是个散修。你放我走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何必呢？打不死，那就不打肉身。幻日轮回。居然能挣脱幻域轮回，这老头灵魂倒是比他肉身更能扛。丁魂装置术，
愿意去静瑶见地牢，换一辈子都行。李兄弟，你帮我说句话，我愿意坐牢，我愿意呀！你害那些无辜百姓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坐牢？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我饶了你，那被你害死的那些无辜者的仇，谁来报？原来这老头本体还是一头怪物。千年尸蜕，此怪物生于极阴之地，由千年不腐尸体受阴气滋养，再以秘法辅助而成，天生具备再生之能，肉身可反复重生，唯灵魂是其弱点。这卦是不是开的有点大？有了这玩意儿，以后岂不是更打不死了？不过千年尸碎，肉身再难杀，最后还是死在灵魂弱点上。现在我的弱点，也就是元气消耗和灵魂防御，死不了是一回事，被人抓起来反复折磨又是另一回事。陈天志，小心，这不是普通鬼物。此物名为无之躯，生前是极强水外，天生力大无穷，在水中可称不败。天邪圣教杀死他，又借这片巨阴之地把他炼成鬼物。现在刚成鬼物就有玄海境气息，实力绝对不止表面境界。刚收录一个怪物，现在又来一个鬼物。来，烈山雄石一拳能开碑裂石，可跟无知球的力量比，差远了。气儿不小。这玩意儿是真好用，难怪那老头那么张狂。哼哼，行，这才有意思。再来！这哪是在打架？这是两个怪物在拆山谷。再这么耗下去，先撑不住的是我。退什么？我才刚刚起飞，怎么能死在这种破地方？打他！这！我也是玄海境，可这种战斗，我连靠近都不敢。陈天之赢，我就活；他输了，我就跑，把消息送回禁妖间。
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还是人能发出的声音吗？刚才发生了什么？我明明能看见，也能感觉到，却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强行接管了我，把我挤到一边，霸道的帮我打完了这场仗。简称就是顶号代打。还有那3只眼睛，重瞳，一个眼眶2个瞳孔是圣人之相，但3个瞳孔那是乱瞳。拥有乱瞳的人，要么是疯子，要么是怪物，是生来伴随动乱与灾祸的象征。收录无之旗，屠戮回馈，晴天撼地。晴天撼地，托举天空与撼动大地之力的结合，蕴含上古无之旗顶天立地的肉身力量。施展时力量暴涨，可徒手撕裂山岳，破开苍穹。刚才那龙香乱瞳的状态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但这个我知道。师姐先退法加晴天撼地，以后谁想破我的肉身，先过晴天撼地这一关，破了之后还得面对师姐先退法。陈天之怎么突然又会这种打不死的术法？刚才不是还没有吗？各位前辈，过来收拾残局了。怎么可能？云州，臣参见陛下。你察觉到了，臣察觉到了，那颗星不是星，是气。东边，云州、孟州、宁州那个方向，刚才有一股气息突然出现，又突然消失，暴虐、凶戾、凌厉。朕的龙气被他引动了。臣推演了那颗星，结果臣被反噬了，损耗了10几年寿元。看到什么了？乱瞳命，黑龙相，杀心起，动乱生。那是一对充满动乱象征的血红乱瞳，还有一头黑龙。若说陛下的黄道龙气是巍峨浩瀚之气，那对方的乱瞳黑龙便是动乱凶吉之气。陛下刚才感受到的，就是它。这是灾星？是，也不是。动乱之星用得好，是大周的一把尖刀；用得不好，是大周的祸患。监正，你觉得朕该怎么处理这个人？监正，将他找出来。找出来，但不要动他。陛下，他做了什么？杀了谁？判了谁？做了什么对不起大周的事？都没有。
他只是天生带着乱瞳黑龙，只是命格被你推成动乱之星，就因为这个，朕就要杀他。如果朕今天因为一颗星就杀一个什么都没做的人，那明天是不是有人因为一句梦话就该死？后天是不是有人因为长得像灾星就该灭门？臣不敢。朕是大周的皇帝。朕杀贪官、杀污吏、杀叛逆是该杀之人。朕不因为一个人可能做什么就提前杀他。乱瞳命黑龙相又如何？他若是祸患，朕自然会斩他。可他若是人才，若是一把能斩妖邪、镇乱世的刀，朕为什么不能用？容不下一人，何以容天下？陛下圣明。去云州找到这个人，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不要惊动，不要打扰。如果他值得，朕不介意在他成长路上推他一把。陛下不担心他以后？哼，造反！朕倒想看看，等他真正站到朕面前那一天，是他的黑龙凶，还是朕的金龙强？如果他真的比朕强，能带大周走向更高地处，那这个皇位让他做又如何？能让大周更强的人，不管是灾星还是福星，都是朕想要的星。去吧。乱瞳命，黑龙相，有点意思。哼，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能站到朕面前，朕等着也很期待。打个架比搬一年砖还累。黑龙打的时候倒是痛快，后劲全回来了，元气见底，只能慢慢吸收，还是缺术法呀。你还好吧？你看我像很好的样子吗？不像。那不就得了？陈兄弟，救命之恩，我们记下了。顺手的事儿，活着就行。别说你们了，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这玩意儿拿回去，应该能换不少功勋。放松，我不吃人。停！戒备！梁震，天邪圣教云溪分堂堂主。赵烈，咱们又见面了。上次让你跑了，这次你可没那么好运。吴之许在你身上，把吴之许交出来，我们拿刀就走。陈兄弟，小心，他是冲吴之许来的。你说这个？交出来，不然今天你们谁都走不了。不交。陈兄弟，别冲动。刚杀了几个玄海境，正嫌不够过瘾，你们就来了，还带这么多邪教徒来送。来，让我试试你们这些人够不够我杀。小子找死！玄海境8重，不是你这种蝼蚁能碰的。邪教受死！这个小子身上有东西，很可怕的东西。气玄境5重，居然敢主动朝我冲过来，找死！这小子在笑。这小子真是气玄境5重，能把我打退。玄海境8重，就这点力道，给小爷我挠痒痒呢。同境界硬吃那一掌都得当场丧失战力，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穷奇扑杀法！云溪境妖间收藏国内门没人能练成的杀法之术，这小子居然练成了！这小子是真能打呀！
肉身更强了，力量也更强了，连司天之爪的杀伤都被硬生生推上去了。小子，你惹怒我了！他要拼命了！不好，穷奇真灵，精神震慑！稳住！都给我稳住！能打，能恢复，还能乱心，这哪是气玄境，这就是个怪物！不怕死。不怕死，打不死，还越来越猛，这怎么打？你，废话真多。陈兄弟，你真是人吗？应该是吧。咱们的人有伤亡吗？有几个受伤，没人死，剩下的也都乱了。那就行。六妹、周烈阳、血影散人、无知齐梁阵，你小子出去一趟，是把天邪圣教分堂捅穿了？差不多吧。1000功勋，1000，之前累死累活才攒了100多，这次直接1000，赚大发了。任务完成数量也够了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正式境妖卫了。正式境妖卫1000功勋，差不多够冲玄海境了吧？1000点功勋，陈天之，想换什么自己看。这2个我要了。这2份药性都很强，龙血灵芝可以一点点掰下来吃，九叶青莲也最好一片片服用，别一口吞，药力冲得太猛，根基经脉容易受损。多谢。龙血灵芝、九叶青莲、回小院、闭关、突破，玄海境，我来了。龙血灵芝、九叶青莲，950功勋，有点饿，但谁还吃饭？这2样东西里的元气够撑好几顿。500年份应该够劲儿。够吗？太爽了，浑身都是劲儿。九叶青莲，后勤处那女人说最好一片一片吃。这就是玄海。不是穷奇，也不是无之友，是之前顶号戴大时出现过的东西。这不是外来的东西，这是我的命。乱童命，黑龙象，天生不祥，天生灾祸。凉的，硬的，但很真实。
不祥，灾祸，我管你什么命！谁要害我，我就灭谁！什么不祥，什么灾祸，那是对我的敌人来说，我就是他们的不祥，也是他们的灾祸。玄海境3重，再遇到吴之徐，不需要黑龙代打了，我自己就能打。你这眼睛怎么回事？红眼病？什么红眼病？你现在什么境界？玄海境3重。你闭关前不是才气怀境5重吗？对，2天半，玄海3重。准确的说是2天半。我现在突然觉得，咱俩以前修炼的像在过家家。也不能这么说，正常人都这样。你还挺会安慰人。对了，你现在外面有新外号了。什么？灾厄严军。天邪圣教那帮逃走的人传出去的，说你所过之处都跟灾厄降临一样。还行，挺有威慑力。你不觉得这外号有点不吉利？不是我灾厄，我是敌人的灾厄。陈兄弟，我是真服你了。我也是。客气了，我去接任务了。接任务？现在？不然呢？你刚闭关出来，不歇2天？歇什么？歇着又没钱拿，我还要赚功勋继续突破呢。陈天之速来我处，陆续。刚好，我也想找他。来了，坐。前2天你回来就闭关了，我都没见着你。这次干得不错，那几个玄海境还有吴之奇，我都听说了。梁震在天邪圣教云溪分堂待了快10年，咱们一直想抓他，没抓着。你倒好，直接斩了，干得漂亮。顺手的事。红眼，那些未知的术法，那些变化，都不是简单东西。但每个人都有秘密，只要这颗心还在境妖界，还在大洲，就够了。你现在什么境界？玄海境3重。行，我就不问你怎么修的了。接下来想做什么？接任务。云溪郡还有没有高等级的妖魔邪祟？最好功勋多一点。你现在想接高等级任务，云溪郡确实没多少能配得上你。那就没活了？有是有，不过不能乱接。世家、宗门、邪教、余孽都要看时机。行，你先别急，有合适的任务我会叫你。去吧。陈天之，没事，去吧。州城那边果然坐不住了。气玄境杀玄海境，斩吴之喜，斩梁震。气玄境杀玄海境，这样的人才留在郡城确实有点浪费。州城有更好的资源，更高的任务，更大的舞台，去州城才是对他最好的。还没满1个月，手都还没捂热乎，这就要走了。但留不住，这种人郡城留不住，强留反而是在害他。臭小子，就不能多待几天？就没有能直接动手的吗？你才刚升玄海境，就嫌任务小？不是小，是没意思。云溪郡就这么大，玄海境本来就没几个。前几天那个天邪圣教窝点，已经算最近几年最热闹的任务了。那我手痒怎么办？去城门口站着，看谁不顺眼就打一顿。你当我傻？老大人，我们想发布一个任务。什么任务？自己人
说。前些日子，西安县下面有个村子叫刘家浪，一夜之间，全村328口人全没了。全没了？人不见了，屋里、院里、墙上到处都有血迹，但没有尸体。妖魔？不像，血迹里没有妖气，也没有邪祟污染，更像是人干的。后来我们又查到，100多里外还有个青石村，也是一夜之间，133口人失踪，情况一模一样。我们顺着气血残留追查，痕迹都指向习水县一座古墓，古墓外面有黑云宗的人守着。黑云宗？我们进不去，也打不过，只能来找静妖监。怎么样？这任务够你动手了吧？黑云宗，云州有名的宗门，门下弟子不少，宗内还有玄府境老东西坐镇。静妖监管不管？如果这事儿真是黑云宗干的，那就不是管不管的问题。大周律法，宗门世家肆意残害平民过百者，灭宗除名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查实，黑云宗就该死。对，在大周地界，宗门也好，世家也好，都得守大周的规矩。敢不守规矩，就灭了他。行，这任务我接。调查刘家坳青石村灭村案，若证实与黑云宗有关，立即汇报静妖监。任务等级：玄海境。功勋待定。记住，是调查，证实之后不要一个人硬冲。黑云宗不是小门小派。明白。老大人，那位是陈天之。黑云宗这回怕是要倒大霉了。古墓在前面那个山坳里，外面守着20多个黑云宗弟子，都是气血境，里面有多少人，暂查不到。静妖监，拦住他们！这里是我黑云宗老祖古墓，是我黑云山地界，外人不得进入。看清楚，站在你面前的是什么？静妖监！你一个黑云宗弟子，敢拦静妖监执行公务，还敢瞪！长老，不好了，静妖监的人进古墓了。有意思。我们这儿不欢迎静妖仙的狗腿子。朝廷鹰犬现在滚出去还来得及，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。我今天还就不走了，让我看看你们黑云宗要怎么对我不客气。我把脖子伸出来让你砍，你敢砍，我敬你是条汉子。少主，冷静，他们是静妖监。我张少白，黑云宗少宗主，我爹是副宗主，我祖父是老祖，他一个静妖卫敢在我面前嚣张，这么厉害？那你倒是砍啊！光会动嘴，连我一个小小静妖卫都不敢砍，还黑云宗小霸王？哼，改名叫黑云宗胆小鬼吧！你找死！来，朝这儿砍，谁不敢砍谁就是孬种。少主，冷静！他们是静妖监，不能动手！滚开！怎么，不敢？你找死！不对，我没想真杀，只是想吓他。他为什么不躲？为什么真倒了？少主，出大事了！我没用全力啊。很好，敢对正在执行公务的静妖卫下死手，按律当斩。
完了，我被做绝了。黑云宗少宗主，4年修到玄海境1重，井底之蛙。他刚才是不是故意的？把是不是去掉？写报告的时候记一下，黑云宗少宗主张少白率众袭击镜妖卫，当场格杀。老大放心，我都记着呢。只记了他袭击镜妖卫那段，亲切交流那段没记上。带你来真没带错。什么叫士气太重没记上？这小子也是个人才。这小子笑得越温和，我越瘆得慌。我也是。这地方不对劲，士气太重了。门后面有东西，我试试。唉，刚才该留个活口问门怎么开，现在说是不是晚了点儿？不晚。啊，挺硬。这帮畜生，这好像是养尸阁。说清楚。我在精妖间藏书阁看过，有一种邪局，叫九幽聚阴尸王局。找阴气极重的地方建墓室，用符文阵法引九幽阴气，再用寒铁锁链聚煞气、怨气，最后用大量活人血怨养棺。749天后，棺中尸体就会变成尸王。什么境界？最低玄府境圆满，高的可能到天命境。现在到哪一步了？最后阶段，阴气、湿气已经够了，怨气和煞气也被棺材吸得差不多了，现在只差最后的人数和时间。他们杀了2个村子的人，但人数还不够，只要再杀几天，凑够人数，泡够天数，这尸王就能出世。老大，证据够了。黑云宗屠村炼尸王，在大周眼皮底下做这种事，这是要造反吗？等陆逊来之前，先别让这东西醒。这东西要醒了，不能让他出来。他还没真正成尸王，但已经到最后阶段了。现在要是被惊醒，谁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。大周可容宗门炼术、养尸、修邪法，但绝不容拿平民性命填阵。黑云宗越过这条线，就是谋逆，那就别让他醒。你想干什么？老大，你这是打算直接拆阵？不然呢？等他请我吃饭。九幽尸王，哼，还敢拽我？还没醒，就别叫了。都还没醒，跟我吼什么？用九幽尸王，以999人血缘酝养而成，出世即为玄府圆满，可进阶尸皇。收录九幽尸王，屠戮回归大神通，万古虚空渡。虚空渡，身体化为僧不影，跨越长空，在另一处重组。飞行之法，可无视绝大部分剑质。飞行术法还是大神通，皇城里都未必常见的顶尖术法。走吧。这里的事情解决完了，黑云宗那里还等着我们呢。是谁敢杀我黑云宗少公主？今日你们都要付出代价！玄海境
还不低。嚷什么？你刚才那嗓子是想把我吼死？老夫黑云宗三长老张震天，这是我侄儿，是你们杀的。对，怎么着？杀我黑云宗少宗主，毁我狮王局，今天你们谁也走不了！哼，你们黑云宗的人都这么喜欢说狠话？那个小傻子也是，你也是，开口就是让我死，闭口就是不客气。我不止杀了你侄儿，还把里面青铜棺里的九幽狮王也一起处理了。不可能！我一拳一拳砸开的，你们的石门质量也不行。他只是玄海境三重，怎么可能砸开那扇门？怎么可能毁掉狮王局？小辈，你敢坏我黑云宗大事，死！还有施法，业之。哼，老头儿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玩施法牵羊呢？玄海境6重，连术法都没放出来。打架就打架，话这么多，动作还慢。陈兄弟，你以后最好别让人知道你嫌别人施法慢。为什么？因为别人听了会难受。那下次我尽量不说。你是不说，你直接砍。走吧，黑云宗该知道我们来了。陈天之，你什么时候会飞的？刚会的。刚会的东西，你就敢带我们飞？这不是飞得挺稳吗？老大，黑云宗在左边，你飞偏了。下这头任务，打死也不让陈天子带着飞。至于吗？至于？你飞得比鸟还快，我眼珠子都快被风吹出来了。老大，下次起飞前能不能先问路？行，下次注意。这里是黑云山脉脚下，翻过这座山就是黑云宗山门。老大，你知道黑云宗为什么把宗门建在这儿吗？风水好。对，但不只是风水好，这座山脉下面有一条小型龙脉，龙脉汇聚之地，元气浓郁，修炼事半功倍。难怪他们舍不得挪窝。黑云宗从大周立国之前就盘踞在这里。以前大正还在的时候，黑云宗在云溪郡就跟土皇帝一样，郡府都要让他们3分。那大周为什么不直接把龙脉拿过来？不能无缘无故动手。黑云宗以前表面上一直守规矩，大周要是没有罪证就抢宗门山门，其他宗门也会怕。所以以前没理由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黑云宗屠村炼尸，证据坐实，犯事的宗门就可以灭。灭了之后，这条龙脉自然归大周，这才顺。黑云宗现在主要是2家掌权，张家和徐家。张家有2个玄府境，一个是张家老祖，一个是副宗主张元明。徐家也有2个玄府境，一个是宗主徐天雄，一个是大长老徐西南。不是还有丁家？丁家那就更绝了，比张家还强。不是，是字面意思，绝了。整个丁家一个活口都没了。10年前，丁家还是黑云宗3大家族之一，族内也有玄府境老祖坐镇。后来那位老祖一死，张家和徐家就联手瓜分了丁家的资源和地盘，从此3家变2家。哼，挺好。什么挺好？他们自己先解决了一批麻烦。你就是陈天之。最近听了你不少事，不错，是咱们静瑶剑的人。 5个静教长负责正面突破，
500禁妖卫和禁妖手分2层包围整座山脉，东南西北4个方向交叉封锁，一个都不许放走。发现逃亡者，立刻发信号，禁妖手支援，禁妖卫守原位，防止对方调虎离山。你有什么想法？山崖、河边、险路，多派点人守着。正面逃不出去的人，最容易往这些地方跑。越危险的地方，越可能藏着他们提前准备好的逃生路。尤其是有人跳崖，别管他像不像找死，都直接封锁。活要见人，倒下也要确认，不能给他留翻身机会。有道理。火神弩，大周军中精锐制式装备，里面封存元气，普通人也能用。射出去的弩箭带火焰爆裂之力，普通人也能威胁修行者。几把火神弩配合，就能威胁气玄境。要是境妖卫用自己的元能催动，威力更强。大周能压住宗门，靠的不只是修行者，还有这些军械。动手！黑云宗之人，一个不许放走！太慢了，用万古虚空渡飞过以后，再看这速度，简直像乌龟爬。各位，我先行一步。飞行术法，他一个玄海境，怎么会飞？难怪陆司长说这小子不能当普通玄海境看。都快点吧，别等咱们上去，黑云宗已经被他打穿了。云溪郡能飞的人太少，他们根本不会抬头看天。古墓那边，自从弟子传信说境妖间的人闯入之后，到现在还没消息。三长老下午就去了，这都晚上了，连他也没回信。宗主，你说三长老会不会也出事了？境妖间很可能已经发现古墓里的东西了，只要他们进了主墓，就一定知道我们在做什么。黑云宗可能已经上了境妖间的名单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核心弟子连夜分散撤离，不要集中。宗门资源能运走的全部运走，就算境妖间真打上来，也不能把东西留给他们。少白还在古墓那边，他是张家最有希望突破玄府境的苗子。张兄，说不定境妖间只是把他关押起来了。能悬空飞行，至少是天命境。玄海境3重，不是天命境，可他能飞。还有刚才那一道透明斩击，直接斩塌了宗主殿。境妖间的人，眼力不错。就你一个？你猜？境妖间既然来了，就不可能只来一个。今晚黑云宗恐怕真要出大事。我儿子。你儿子是谁？张少白。哦，那个黑云宗少宗主。按律处理了。少白，那是我最疼爱的儿子，张家最有希望突破玄府境的苗子，没了。小畜生，下来受死！张元明那一刀没有留手，同境界的人都不敢硬接。可这个玄海境3重的小子，随手一挥就接住了。有本事下来，在空中算什么好汉？我不是好汉，我就不下去。来得正。
小畜生，你卑鄙！卑鄙！我是来清算黑云宗的，你跟我谈手段光不光明？别跟他废话，启动警钟，全宗戒备。黑云宗所有弟子听令，离席，全宗戒备，准备应战。很好，都醒了。长夜漫漫，无心睡眠，正好清算。境妖间，你们确定要与我黑云宗鱼死网破？鱼死网破，黑云宗屠害大周村民，暗中炼养尸王，违反大周律法，哪一条拿出来都是灭宗除名的罪。你跟我谈鱼死网破，你们配吗？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霍老哥，这老头让我来试试呗。你刚好是试试我现在什么水平。他是玄府境5重，你才玄海境3重。你要是出了意外，陆巡能活剥了我。差距大，压力才大，压力大，我才有动力。行，别真出意外，不然陆巡真要找我麻烦。老头，过来，让我看看玄府境5重有多能打。在云溪郡，玄海境能对抗玄府境的，老夫没听说过第二个。你就是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灾厄阎君陈天之。承蒙大家看得起，给我取了这么个外号。既然你要找死，老夫就成全你。黑云裂天爪！云墨护海印，行！05万剑诀，去！这才是我想要的战斗。这才像话，这才叫玄府境5重。有点意思。地灵附神锁，灭世真雷法，玄海境3重能打成这样，一般玄府境1重恐怕真会被他压死。可张道真是玄府境5重，可能撑多久？老头儿，你这雷不够劲儿，还越打越兴奋。活了100多年，从没见过这种对手。不能再拖了，再拖下去，黑云宗就真的没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老夫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够劲儿。黑月血地法，急了就开挂，你有挂，我就没有吗？老头，再来！这股气息不对，这绝不是玄海境该有的气息。黑云，都说了，这什么年代了，诗史前摇太落后，现在都讲究灵真起手。
这年轻人的战斗方式和所有人都不同，乱瞳黑龙相一开，不但更猛，还更快，打不到，我竟然快要碰不到他了。黑月震天印。黑天云舞。如此麒麟子啊，可惜不是我黑云宗的。这老头确实强。老头，你很强，但我更强。陆巡，在。这小子实力确实不错，玄海境3重应聘玄府境5重，还能赢。与之相比，皇城那些天之骄子也未必有几个能压过他。但他这一身黑气，又是黑龙，又是乱瞳，煞气滔天，怎么看都不像境妖间的人，倒像是……监正大人，力量无正邪之分，唯看施展之人。天武侯的杀戮道不也杀气极重？大周上下可有人说他不好？你倒是会说话。陛下对这小子有点兴趣，云溪郡太小了，容不下他。之后调去云天城吧。入职不到1个月，杀李家，灭圣教分堂，清算黑云宗，这样的劳模还没捂热乎就要走了。知道了。舍不得。如此天才，我自己都还没捂热乎，如何舍得放走？一跃腾龙起，云海任纵横。臭小子，从此以后，天下尽是游龙之地呀！陈天志，我要你死！你老祖都撑不了多久。哼，你觉得你能杀死我？强行燃烧寿元提起来的修为，没有底蕴，也没有清醒脑子，看着境界高，其实就是个空架子，还不如那老头能打。黑云宗完了。
黑云宗扎根云溪郡数百年，那些村民死了也就死了，能为宗门献身是他们的福气。竟妖间偏偏杀上门来，杀我族人，灭我宗门！别哭了，黑云宗可能就剩咱们2个了，咱们必须活下去，给宗门报仇。爷爷以前跟我说过，黑云崖下面有先祖布置的传送阵，只要拿着特定身份令牌跳下去，就能激活传送离开。看见了吗？这就是先祖留下的后手。那些进妖涧的人看咱们跳崖，肯定以为咱们自尽，谁能想到咱们会借传送阵逃走？只要活下来，10年、20年，我一定会回来。到时候让云溪郡进妖间付出代价，让所有人跪在我面前。不可能，这里是绝路，你们怎么会守在这里？为什么绝路上也有人？回去继续守，别放跑一个。燕军说的还真没错，这种地方真有人会来。数百年基业，一夜之间，什么都没了。黑云宗真没了，在云溪郡扎根几百年，说没就没，感觉还有点不真实。几百年的宗门，一夜之间就塌了。几百年的宗门又怎么样？犯了律法，该倒还是要倒。阁下是谁？来黑云宗，所谓何事？我名严景龙，赤炎武宗长老。我此次前来是想求个情。求什么情？黑云宗祖上与我赤黄武宗有些渊源，他们第1代老祖当年是从我这一脉脱离出去的。当初我这一脉有愧于他，曾许过一个承诺。日后黑云宗若遭灭宗之祸，赤炎武宗会出手救一次。我今日前来就是履行这个承诺。对境妖间我并无恶意，只是想问问能不能放黑云宗残部一条生路。我可以保证他们日后不会再有不轨之心。不能，黑云宗违反大周律法，未经许可暗中培养尸王，屠害平民数百人。今日放他们一条生路，明日其他宗门怎么看？他们会觉得拿平民性命填镇，暗中养尸王，下场也不过如此。那以后是不是谁都可以学？黑云宗必须灭，这是大周律法，也是给所有宗门的警告。我知道了。赤炎武宗什么来头？云州最强宗门，宗门里有关天境大人物坐镇。不过不用太怕，咱们云州禁妖总使也是关天境。赤炎武宗再强，也不可能跟大周叫板。宗门再强，也是大周的宗门，越过规矩，该倒还是要倒。白来了，那个承诺是500、600年前的事了。那时候是大政，朝廷压不住宗门，可现在是大周，大周的刀比大政硬得多。陆巡兄，你在暗处蓄力那么久，不累吗？放心吧，我不会对禁妖间动手。严兄，好久不见啊！你刚才在暗处蓄力，是准备给我一拳？哪能啊！我就是活动活动筋骨。你的元气biến动，隔着3里地都能感觉到。那肯定是你感觉错了。走吧，咱哥俩也好久没见了，去喝酒。云溪城有家酒馆不错，我请你。小子，跟上来！这飞行术法有点意思，这小子机缘不浅，玄海境3重，硬生生打败玄府境7重，哪怕那张元明有水分，也绝非普通玄海境能碰的。
这等越境战力，放在赤焰武宗也找不出几个。你对云天城境妖间有什么看法？比咱们云溪强多了，人强，资源多，任务也高级。咱云溪境妖间连个玄府境任务都少得可怜。话是实话，但听着怎么这么扎心？如果让你去云天城境妖界，你有什么想法？露丝，您舍得放我走？哼，我当然不想放。但谁让上面催得急？云溪郡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，但你小子1个月不到就走完了别人半辈子的路。我倒是想把你留在这儿，可我也知道，再把你留在云溪，就是耽误你。云溪郡不够大，你需要更广阔的天地。陈小子，去了云天境妖间，你代表的就是咱们云溪境妖间的脸面，精神点，别丢份。陆司长放心，别的你可以担心，但给云溪境妖精扬名这事儿，我肯定没问题。我到云天城不到1周，你肯定能听到我的光辉事迹。臭小子！严兄，中午你不是也要回云天城吗？刚好顺路，把这小子带上吧。严前辈，那就麻烦您了。合着你请我喝酒是假，让我顺路护送这小子才是真。老严，咱们多少年交情？当初血海战场上，我可替你挡过一刀。我这后辈，你顺路护送一场，不过分吧？回来了，回来了。这次黑云宗任务，陈天之战头功，给他800功勋。这小子又立功了，还真是个战斗狂魔。我换点东西？不急，等到了云天城再换。像他这种天才，继续留在云溪军才奇怪。去云天城是早晚的事儿。中午来境妖界，给你办个鉴别会，风风光光的走。是。今天你不把珍藏的好酒拿出来，这事儿可不算完。加入境妖界还不到1个月，1个月前还住在漏风的小破屋里，吃着干粮，想着怎么斩一只妖魔。1个月后就要离开云溪郡，去州城，去更大的地方。这院子买来没几天，买完就出任务，做完任务就闭关，闭完关又出任务。在这里住的日子，一只手都数得过来。亏了，这房顶不漏光，挺好。以前的小破屋，下个雨到处漏水，晚上觉都睡不好。现在有了好房子，却又没住几天。以前只想斩一只妖魔，买个好房子，过得舒服点。现在条件好了，又想着变得更强，去更大的地方。那以后真变得很强了，又会想要什么？从李家到仙人比武，到天邪圣教，再到黑云宗，终于能歇一会儿了。陈兄弟，恭喜啊！去州城好好干，给咱们云溪长脸。严军，保重。还行，精神。今天把大伙叫来，就一件事：陈天之要调任云天城了。这小子加入境妖间还不到1个月，1个月从灵窍境到玄海境，从见习境妖位到正式境妖位，他李家灭天邪圣教分堂，清算黑云宗，1个人斩过玄海，打过玄府。这种战绩，咱们云溪境妖间不是没有过，但那都是老人物。他这次去州城，是给咱们云溪境妖界争脸。以后到了云天城，别人问他从哪儿来，他说云溪，那就是给咱们云溪长脸。来，祝咱们的严军此去武道昌盛，扬名天下。祝严军此行武道昌盛，扬名天下。加入境妖间不到1个月，认识的人不多，熟悉的更少，但能走到今天，确实离不开境妖间。开窍篇是这里给的，穷奇扑杀法是秦老婆婆破例给的，功勋、资源、任务、身份都是从这里开始的。陈某也在这里，祝各位武道兴隆。借你吉言，到了州城，别忘了云溪，多斩几个妖魔邪祟，给咱们出气。该走了。
我能带个人走吗？你自己走还不够，还要挖我的人？就一个。带，赶紧走，别在这碍眼。文远，愿不愿意跟我去州城？愿意，现在就能走。不收拾一下东西，不跟家人告别？没什么好收拾的，我在云下就自己一个人，家在云天城，不过我是家中庶子，不怎么受待见，才被安排到这边来。诸君，往后有缘再会。这小子真走了，还真有点不习惯。这些天跟着他出任务，那种被带飞的感觉，以后可没了。以后云溪郡没这么热闹了。臭小子，去了云天城可别丢份儿啊！严前辈，现在也无聊，能不能跟我说说云天城的势力怎么分？云天城是云州州城，云州最强的势力基本都在那儿。我所在的赤炎武宗是云州最强宗门，赤炎武宗之下还有2个一流宗门，没有关天境，但有地缘境强者坐镇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州幕府、云州军3大世家。州幕府管民政，云州军管军事。你们靖妖间独立在外，不归州幕府管。3大世家，杨家是有名的富商世家，富得流油，族中供养了不少强者。裴家是修行世家，底蕴很深。卢家是名门望族，祖上跟太祖皇帝打过天下，族中有爵位，皇城也有人当官。3家都有地缘境坐镇。云天城这地方就是个聚宝盆，云州所有好东西都往那里流。哼，这云天郡像个吸血虫，把周边郡的资源全吸过去，喂肥自己一个，其他郡跟他比差太远了。说的倒是挺准，隔壁孟州讲究均衡发展，7郡实力差距没那么夸张。云州不一样，好东西全往云天郡拢，其他地方能喝到的汤很少，所以云天城才能成为4州里数1数2的大城。这气息，天邪圣教，而且这人的修为我根本看不透，比玄府高得多。天邪圣教36煞之一，阴煞范俊荣，你一个天命境来劫杀一个玄海境小辈，不嫌丢人？这小子灭了我云溪圣教分坛，还坏了我圣教不少事，他把我圣教脸面踩在地上。更何况他潜力这么高，不趁早除掉，等他成长起来，那还得了？除掉隐患要趁早，难道还让那些废物一个个去给他送战斗经验？我直接出手解决，不是更省事？严景龙，我不想跟你动手，把那小子交给我。你走你的，我不找你麻烦。我喝了陆巡珍藏多年的好酒，也答应把人安全送到云天城，自然不会辜负好友信任。要打就来。云景龙，你一个赤炎武宗长老，在这里给朝廷当护卫，不嫌丢人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让我看看赤炎武宗的活法在圣教神灵面前能撑多久。小子，看好了，别以为杀了2个玄府境，就觉得自己能横着走。玄府境和天命境最大的区别，不是术法，也不是修为，而是这个。天命境以命图为器，凝命向法身，以法术为引，领悟新天，开辟领域小天地。领域之内，我即是天，烈火九阳天。被压制了，战力最多只能发挥一半。你有领域，我就没有。阴煞万会天。命向法身，这就是天命境，这就是领域小天地。之前杀玄府境打张道真，以为离天命境不远了，现在才知道差距有多大。随便一道术法，
都像天威杂落，火焰也好，雾解黑气也好，都能直接压到神魂深处。这种力量不是肉身恢复能解决的，神魂若灭，尸解先退法也没用。你们天邪圣教这群耗子，一身修为，有几分是自己修来的？靠邪祟之力强行拔上来的境界，也敢在我面前逞威？根基不稳，不堪一击。严景龙，你护得了他一时，护得了他一世吗？我迟早找到机会，亲手除掉他！